就在8月3号，根据简单飞行的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支持的一项为期5年的项目中，佛罗里达大学将分析和测试并确定氨作为飞机喷气发动机可持续动力的一种选择。这个项目呢，将由 NASA 大学领导计划资助，目的是为了加速航空可持续性发展。那么，为什么将氨作为飞机的新型材料呢？它比普通的燃料好在哪儿呢？别急，且听大兵细细讲解。氨分子式为 NH3， 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气体，易挥发可燃，其极具辨识度的强烈刺激性气味，就算不知其名，也多多少少有所体验吧。说到这里，恐怕许多朋友鼻腔中已经开始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幻臭，而坐过飞机的朋友们可能会深有体会，偶尔会在机舱内闻到一股尿骚味，这谁顶得住啊？为啥大兵会举这个例子呢？是因为氨气中的味道就和尿骚味极为相似。在很早之前呢，氨对人类社会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现今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无机化合物之一。2021年合成氨产量大约就在 1.8 亿吨左右，里面的 80% 呢是作用于化肥生产领域，剩下的 20% 则主要用于工业制冷剂或者生产多种工业原料。虽说氨也是可燃的，但是长期以来呢，并没有将其广泛视作一种可能的能源形式。与能源最大的关系呢，主要也是作为氢能的载体。不过不得不承认，氨本身呢是拥有作为能源的潜力的，并在环保需求持续高涨的现今，逐渐开始得到了来自能源产业的关注。虽然不像氢能那样在绿色经济和碳中和的未来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部分能源行业参与者依然开始考虑越过将氨还原为氢这一步骤，直接尝试将氨作为能源大规模的使用，甚至有观点称其为氢能 2.0。 那么氨是否有作为一种能源的潜质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氨的燃烧产物非常绿色。我们从氧化反应公式看，在适当的反应条件下，氨气燃烧的产物可以仅有氮气与水，基本上与氢气同等清洁，差不多具备了作为绿色能源服务碳中和的潜力。此外，氨作为燃料的性能也极为不错，在同等的单位质量下，氨的能量密度虽然稍逊于氢，但是其单位体积的能量密度却达到了 3.5 千瓦时每升，比之液氢的 2.4 千瓦时每升高了近 50%， 优势极为明显。再加上氨燃料的辛烷值比较高，抗爆性能也较好，能够有效地提升发动机的压缩比，以此提高输出功率，使得发动机的热效率提高到 50% 以上，是普通燃油发动机的2倍。还有就是合成氨最大的优点便是它要远比氢更容易储存，常温下零下33度或者常温下9个大气压就可以使其液化，而且对储存容器的要求也不高。同时，氨作为现今世界制备规模最大的化合物之一，目前的运输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铁路、管道、船舶、公路都可以，并不需要各国在大规模的兴建基础设施。以上就是氨被当作储氢关键技术的核心原因。总的来说呢，相较于氢，大规模的应用氨至少在运储环节并没有太多麻烦。另外，氨的生产可以只依赖水、空气和电力，也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存在和氢气同样清洁的制备方式，基本上可以实现无碳排放的绿氨。而理想中作为最简单的一种绿氨生产模式，就是将合成氨工厂、制氢站与可再生能源电厂结合，通过风光或者其他形式的绿电电解水制氨，再利用这一过程生产出的氯氢进一步与空气中的氮气结合，从而使用绿电生产出来的氨气。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的无排放氨生产。不过现阶段的绿氨只是一种构想，想要实现呢，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前面大兵就说了，氨这么多的优点，那它就没有缺点吗？那肯定是有的。自从卡尔本茨发明了内燃机，以及人类掌握大规模生产氨的方法，现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如果氨真的那么好使的话，那现在哪还有石油的份儿呢？其作为燃料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好点燃，虽然可以燃烧，但是点火温度却很高，燃点达到了650多度，比之汽油的427高了200多度，所以所需的点燃能量也很高，普通的火花塞是根本点不着。那么该怎么办呢？既然难点着咋办呢？
那便需要助燃物了。一般用氨当燃料的机器都会用其他燃料当引火，这个引火呢，可以是柴油，也可以是汽油，也可以是氢气，基本上只要比氨容易点着就行了。此外呢，氨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理论上说，氨气和氧气发生反应生成的应该是很干净的水和氮气，但在实际反应中呢，总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氮氧化物，例如一氧化氮或者是二氧化氮。这些东西一旦处理不好，造成的污染也很严重，比如说酸雨。但是产生氮氧化物这个锅也不能全让氨气来背。你说它污染环境吧，汽车燃烧汽油照样会产生氮氧化物，基本上只要有氮气和氧气，就很难避免它俩会结合。因此，目前合成氨产业所用的哈伯博士法，是在450度到500度200个标准大气压下，通过加入催化剂，让氮气与氢气发生反应，以此来生成氨气。但是这种方式的能耗极高，会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不符合碳中和的理念。而且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氢是由天然气和煤加工而来的，涉及煤气化工路线与天然气重整工艺2个大方向，同样涉及到大量碳排放的问题。再加上现今氨并不是很好的经济性，也就导致其一直发展缓慢。其实把氨作为燃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并不是头一回，在汽车以及轮船史上，使用氨的历史是更久，也更为普遍。例如在2战期间，柴油这种东西可是军需品，基本都是优先供给军队的。当时的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后，由于国内的柴油短缺，甚至是公交车都跑不起来了，所以便改造了100多台公交车的内燃机，用来烧氨气和煤气的混合物。而在船舶行业，氨气更是潜力巨大。船舶行业每年都会定期开大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在船舶领域彻底淘汰石油，然后换成氨气。曾计划到2044年让所有新建的船都使用氨气作为燃料。但是在航空领域，烧氨气就有些冷门了。最有名的就是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放飞的 X-15飞机，与其他 X 实验机一样， X-15首先是挂在一架 B-52机翼下被带到空中，然后火箭发动机开始工作。机身数据方面，整体机长 15.45 米，翼展 6.8 米，空中约为 6.62 吨。它的机身很长，而且为圆柱形，向后的整流片使机身看起来很平，背部及腹部的楔形垂直尾翼很厚，可收起的起落架包括机鼻起落架和2个滑橇。在1967年10月时，美军的威廉奈特少校驾驶 X-15A2一度达到了 6.72 马赫的超高速，创造了载人飞机史上最快的速度记录。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也意味着只需要5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绕着地球赤道飞一圈。另外，该机的极限飞行高度更是接近了 10.8 万米，差不多已经进入到太空了。不过由于 X-15飞得太快太高，普通的涡轮航空发动机肯定是不行的。10万米的高度，氧气已经很稀薄了，航空发动机离了氧就是上了岸的咸鱼。所以 X-15它装的发动机其实是个火箭发动机。大家都知道，火箭发动机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其出差跑远门都自己带干粮，也就是燃料和氧化剂。而 X-15的火箭发动机，它带的燃料就是氨气，氧化剂呢是液氧。不过由于氨分子过于稳定，而且很难燃烧，所以燃烧不稳定的声音巨大。在那次实验之后呢，氨气就很少出现在飞机上了，比天然气和氢气都要冷门。就算是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呢都还在可行性验证阶段，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不过说到这里，大兵又想起一款在燃料方面别具一格的飞机，那就是2战德国的 P-13A 战斗机。在2战期间，德国曾经凭借着自家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类武器装备。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整个2战期间，德国制造了5万多辆坦克、11万架飞机，其他各式武器更是多如牛毛。由此可见德国雄厚的工业基础。不过，如此庞大的武器数量也给德国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便是燃料供应。要知道，那时候一辆虎式坦克的100公里油耗在650升左右。而在2战开始后呢，德国就遭到了盟军的封锁，其国内的石油一直处于极为短缺的状况。想要维持重型装备的运转，就必须有大量的燃油作为支撑。
而德国自身的石油产量并不大，所以紧缺的燃油就成为当时德国致命的缺点，只能从被占领的国家中获取少些石油，以此勉强维持正常的运转。但是随着1942年下半年的苦战，德军在付出了包括第6集团军在内的整个冬季攻势1/4的军力伤亡后，仍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石油补充。此时的德国局势呢，已经极为糟糕了，不仅东西两线的战场频频失利，而且本土也开始遭到盟军的猛烈轰炸，进一步加大了能源问题，造成德国大量的武器项目被腰斩。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开始想方设法研究其他能源的武器装备，试图摆脱对石油燃料的依赖。为此，德国设计师亚历山大·里皮斯专门设计出一款不需要石油的战斗机，也就是 P-13A 战斗机。不同于传统战机，该战机呢并没有采用燃油发动机，而是另辟蹊径，使用了以燃煤为动力的引擎。如果该款战机可以顺利量产的话，无疑会给德军打上一支强心剂。而该款战机燃烧所用的煤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全部需要打磨成小颗粒，目的是让其在短时间内充分均匀地完全燃烧，从而源源不断地为飞机提供动力，以此保证飞行效率。由于燃烧时会产生二氧化碳等废气，设计师当时呢便把 P-13A 战机设计成了喷气式战斗机，让空气和废气和在高压混合，然后通过喷口喷出。理论上，烧1吨的煤可以让战机持续飞行1000英里，相当于1600公里。该战机在1944年通过测试，但是由于燃煤的效能太低，无法提供超音速飞行所需要的巨大动力，它的实际极限飞行速度呢只有 0.5 马赫，距离超音速飞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燃煤动力飞机只能是鸡肋，很快就被淘汰了。不过正是由于 P-13A 的出现，验证了三角翼飞机的可行性、优秀性。后来的战机大多数都借鉴了它的设计，为以后超音速战机的发展提供了思路。总结来说，随着未来对于氨的研究发展，它在民用领域和军事领域必然会有着显著的地位。凭借其超高的单位内能量密度，可以大肆用于高速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领域。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么大家认为氨能源的前景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